19世纪初的欧洲正是科学大爆发的年代，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发表1个多世纪，力学的世界几乎被写成了一本篇书。任何行星的轨道、抛射的炮弹、落下的苹果，都可以用方程精准算出。光学也在蓬勃发展，科学家们争论着，光究竟是像牛顿说的那样由细小的粒子组成，还是如惠更斯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波动呢？就在这片思想的交锋中，一个年轻的爱尔兰天才走上舞台，他叫威廉·罗恩·哈米顿，被誉为数学界的莫扎特。1820年代，年仅20几岁的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数学方法——哈米顿力学。这套方法并没有推翻牛顿，而是为牛顿的力学穿上了一件更灵活的外套。他把物体的运动轨迹转化成一种能量的表达方式，用一个函数来统领系统的总能量。这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哈米顿量。哈米顿的独特处在于，他在研究光线传播的时候，发现光的路径和粒子的运动轨迹竟然可以用几乎一样的数学形式来描述。换句话说，光和物质之间似乎存在一条看不见的数学暗线。当时光的本质还在悬而未决啊。1801年，汤马斯杨做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一束光通过2条细缝，竟然像水波一样叠加出明暗条纹，这是波动说的重大胜利。几十年后，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更是用电磁方程组证明，光其实就是电磁场中的波动。看似尘埃落定，光是波而不是粒子。但是科学的故事往往要来点反转。1900年，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的时候提出，能量的释放不是连续的，是一份份离散的小包，他称之为量子。1905年，爱因斯坦接过这个想法，在解释光电效应的时候大胆提出，光本身就是由一个个能量粒子组成的，后来这些粒子被称为光子。爱因斯坦甚至写下了能量与频率的式子 ，E 等于 h 牛。这里的 E 是光子的能量，牛是频率， h 是普朗克常数。同一年，他又写下另一条划时代的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这里的 E 是能量， m 是质量， c 是光速。这一年，爱因斯坦用2种方式解释了能量，一种跟波动有关 E 等于 h 牛，另一种跟质量有关 E 等于 mc 平方。光和物质，波和粒子，看似分离的2个世界，竟然可能通过能量这个概念相连。法国思想家德布洛伊在1924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设，既然光可以既是波又是粒子，那么物质粒子、电子、质子等也应该有波动性啊。于是他写下了物质波的方程，把电子的动量和波长联系起来。后来的实验果然验证了这一点，电子通过双缝也能像光一样产生干涉条纹。这时候，哈米顿1个世纪前的类比显得异常先知啊。1825年，海森堡创立了矩阵力学，而几个月后，薛定谔则直接受到哈米顿形式的启发，把德布洛伊的想法和哈米顿的方程结合起来，写出了著名的薛定谔波动方程。薛定谔的方程看起来和一般的波动方程很像，但它的描述的不是水波和声波，而是电子在二筒中的波函数。奇特的是，这个波函数并不是物理上真的在颤抖的东西，而是一种概率分布，告诉我们电子出现在某个位置的可能性。所以量子世界彻底与确定性分道扬镳，进入了概率的王国。这也是为什么电子在二筒中不能随便待在任何地方，而是只能占据特定的能级。薛定谔波动方程首次性成功解释了氢原子的谱线，这为量子力学的威信奠定了基石。回过头来看，哈米顿当年只是出于数学的优雅，把光和物质联系在了一起。他在都柏林布鲁姆桥上刻下的数学图样，可能只是年轻天才的一时兴奋，但100年之后，这些符号就形成为量子力学的底基呀。今天，无论是氢片、激光、光纤通信，还是太阳能板、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GPS 的原子钟，全都离不开量子力学，而量子力学的方程几乎都写在哈米顿量的框架下。如果说科学是一部连载小说，那么哈米顿的章节像是一个提前埋下的伏笔，直到量子力学登场，当时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1个世纪前已经写下了故事的开头啊。
我是宇哥，谢谢点赞、评论、锁订阅，我们下期再见。